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所以，你的意思是，這筆錢一分都不能動？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你是什麼意思？林峰，趙總，我的意思是，錢是你的，但命是大家的。你在威脅我，我在提醒你，趙總，懸崖前面站着的不是我一個人，那只肥碩的戴着翡翠戒指的手指頭在半空中停頓了一下，像一只被定住的綠色甲蟲。空氣裡彌漫着雪茄和絕望混合的怪味，讓人喉嚨發緊。林峰，你最好搞清楚，誰是給你發工資的人。我當然清楚，但我也清楚，這艘船沉了，我們都得為王八，工資也就沒什麼意義了。他的眼睛眯了起來，像一條吃飽了的蛇，慵懶而危險。你想要什麼？我想要的，趙總你給不起。那你還坐在這裡，是想看我死？不，我是來告訴你，繩子我已經帶來了。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華天科技這頭瀕死的巨獸，喉嚨裡發出垂死的嘶吼，已經整整3個月了。公司的空氣聞起來就像一塊腐爛的抹布，混雜着過期的咖啡、員工的焦慮和窗外灰蒙蒙的工業廢氣。林峰覺得自己就是被這塊抹布捂住了口鼻的人，每一口呼吸都充滿了窒息感。走廊裡的声控燈壞了一半，一明一暗，像公司苟延殘喘的心電圖。財務室的門檻快被供應商踏平了，唾沫星子和咒罵聲能把門板上的油漆都給腐蝕掉。林總，林大財神，你就給句實話，錢到底什麼時候給？一個滿臉橫肉的男人，是給公司供應電路板的。他堵在林峰的辦公室門口，聲音洪亮的像一頭剛被阉割的公牛。他的身後是10幾張同樣憤怒而焦灼的臉，他們的眼神像一把把生鏽的錐子，想在林峰身上扎出血來。林峰把一杯已經涼透的茶推到他面前，茶水渾濁，挑着幾根廉價的茶葉梗子。李老板，再給我3天時間。3天，又是3天。上個禮拜你也是這麼說的。公牛的聲音更響了，震得林峰的耳膜嗡嗡作響。我林峰拿我的人格擔保，這筆貸款馬上就下來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自己都覺得心虛，像一個在懸崖邊上賣地圖的騙子。人格，在這個時候，他的人格一文不值。公司的大廈已經從地基開始腐爛，那股子惡臭的源頭就是董事長辦公室裡坐着的那個男人，趙天成。趙天成，華天科技的創2代，一個把父親留下的家業當成自己私人賭場的敗家子。林峰還記得老董事長在世時的樣子，一個乾瘦但精神矍鑠的小老頭，手上全是老繭，說話帶着濃重的鄉音，卻能把公司的每一個技術細節都說得清清楚楚。老董事長臨終前拉着林峰的手，渾濁的眼睛裡滿是托付。小林啊，公司就拜托你了。天成，他還年輕，你多幫幫他。林峰當時點了點頭，他以為自己能幫，可他沒想到趙天成是一灘爛泥，一灘扶不上牆的散發着惡臭的爛泥。他上任3年，公司的核心技術團隊被他擠走了大半，研發經費被他拿去投資什麼虛擬貨幣和海外的紅酒莊園，全都打了水漂。公司的流動資金像冰棍一樣在他的奢侈品和派對裡融化得乾乾淨淨。現在這頭巨獸快死了，員工3個月的工資沒發，供應商的貨款壓了半年，銀行的催債函像雪片一樣飛來。可趙天成，他依舊表現得像個沒事人。他每天穿着手工定制的西裝，頭髮梳得油光锃亮，
能讓蒼蠅飛上去都打滑。他依舊在辦公室裡悠閒地品着上好的龍井，對着公司財務報表上血紅的赤字，露出一種詭異而鎮定的微笑。小林啊，別慌，天塌不下來。他對林峰說，語氣輕鬆得像是在談論今天的天氣。2億，只要你能從銀行搞來2億，我們華天就能重生。他給林峰畫了一張大的無邊無際的餅，餅上畫着公司上市的敲鐘儀式和林峰身價過億的輝煌未來。林峰看着他那張肥皂劇男主角一樣英俊卻毫無誠意的臉，心裡泛起一陣陣惡寒。他發現趙天成最近的舉動很奇怪，他換手機換得比換衣服還勤，經常一個人躲在辦公室裡打一些神秘的電話，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像做賊一樣。有時候林峰撞見他，他會立刻掛掉電話，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慌亂。這種違和感像一根細小的魚刺，卡在林峰的喉嚨裡，讓他感到不安。但眼下的危機已經不容他想太多，他必須拿到那2億貸款，否則一切都將化為泡影。董事會的會議室裡，空氣凝重的能凝出水來。幾個董事會的成員都是跟着老董事長一起打江山的老人，如今一個個像被霜打了的茄子，垂着頭，一言不發。趙天成坐在主位上，手指輕輕敲擊着昂貴的紅木桌面，發出沉悶的、有節奏的聲響。情況大家也都知道了，他的聲音很平靜，卻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壓力。要麼1個月內拿到2億貸款，我們起死回生；要麼就地解散，大家各回個家，各找個媽。他把話說得輕描淡寫，卻像一把重錘，砸在每個人的心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齊刷刷地聚焦到了林峰身上。林峰成了那個被推到懸崖邊上的人，身後是萬丈深淵，身前是趙天成那張帶着虛偽笑容的臉。林峰，公司的未來可就全看你了。趙天成把一副千斤重擔用一種輕飄飄的語氣壓在了林峰的肩膀上。林峰知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華天科技的信用評級已經比廢紙高不了多少，銀行看見華天的名字就像看見了瘟疫。但是他看着會議室裡那些熟悉的面孔，想起了老董事長的囑託，想起了那幾百號等着工資養家糊口的員工。那些員工裡有和他一起進公司的老人，也有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們臉上帶着對未來的憧憬。他不能讓他們就這麼失業。他深吸一口氣，那股子抹布味的空氣嗆得他沸騰。我盡力。他聽到自己的聲音乾澀而沙啞。趙天成笑了，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不是盡力，是一定要辦到。那1個月，林峰活得像一個陀螺，一個被抽得高速旋轉、停不下來的陀螺。他幾乎沒睡過一個囫圇覺，辦公室的沙發就是他的床，咖啡和香煙是他續命的良藥。他把自己10幾年來在金融圈積累的所有人脈都翻了個底朝天，厚着臉皮，一個一個的打電話，一個一個的約見面。他準備了3套詳盡的令人發指的重組方案，每一套方案都像一部厚重的小說，裡面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構想和精密的數字計算。林總，不是我不幫你，你們公司的窟窿太大了，神仙也救不了。林峰啊，咱們是老同學，我勸你一句，趕緊跳船吧。趙天成那小子就是個混蛋，對不起，我們的風控過不了，拒絕，拒絕，還是拒絕。林峰吃了無數的閉門羹，喝了無數杯冷掉的茶，聽了無數句或同情或嘲諷的話。他的尊嚴被人放在地上，來來回回的踩，
就在他快要絕望的時候，事情出現了一絲轉機，是商業銀行的總行行長王行長願意見他一面。王行長在業界以眼光毒辣、作風穩健著稱，無數人都想從他那裡拿到貸款，但成功的寥寥無幾。林峰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整整2天2夜，把那份厚達200頁的計劃書翻來覆去的修改，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經過了反覆的推敲。他要把華天科技僅存的那些價值，像鑽石一樣從一堆垃圾裡挖出來，擦得锃亮，擺在王行長的面前。那是一項被趙天成擱置了很久的核心技術，一種新型的電池材料，是老董事長當年親自帶隊研發的心血。趙天成覺得這玩意兒燒錢，見效慢，不如炒房來錢快。但林峰知道，這才是華天科技能夠翻身的唯一希望。在王行長那間寬敞的有些嚇人的辦公室裡，林峰感覺自己像一個等待審判的犯人。王行長50多歲，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眼神平靜而銳利，像鷹的眼睛，能看透你心裡藏着的所有秘密。他沒有多餘的客套，只是靜靜地聽林峰講。林峰用1個小時的時間，將那份計劃書裡的每一個細節都清晰地呈現在了王行長的面前。他的聲音一開始有些緊張，但講到那項核心技術時，他的眼睛裡重新燃起了光芒。那種光芒是一個人對自己事業發自內心的熱愛和自信。王行長一直沒有打斷他，只是偶爾會提出1、2個極其尖銳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正好打在計劃書最薄弱的環節上。林峰對答如流，因為這一切他早已在腦子裡演練了千百遍。講完之後，林峰的後背已經被冷汗濕透了，辦公室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王行長拿起桌上的那份計劃書，又仔細地翻看了幾頁。計劃書做得很漂亮，林先生，你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王行長的聲音很平緩，聽不出喜怒。可惜你跟錯了老闆。林峰的心沉了下去。王行長，趙總他只是比較年輕，有自己的想法。林峰試圖為趙天成辯解，儘管這種辯解連他自己都覺得蒼白無力。王行長笑了笑，那笑容裡帶着一絲洞察一切的了然。你們這位趙總，我派人調查過，他在澳門的賭場裡可是個名人啊。林峰的臉瞬間變得煞白，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就在他準備起身告辭的时候，王行長卻突然話鋒一轉，不過我對你的這個項目很感興趣，一個有問題的管理者和一個有潛力的項目，這就像一碗美味的湯裡掉進了一顆老鼠屎，讓人覺得惡心，又覺得可惜。王行長看着林峰，眼神裡多了一絲玩味。林先生，如果你是這家公司的老闆，我二話不說，這筆錢我馬上批給你。但是現在我需要看到更多的誠意，尤其是來自趙天成先生的誠意。接下來的對接過程順利的超乎想象，趙天成表現得過於配合，王行長那邊提出的所有嚴苛要求，他都一口答應。當銀行提出需要他用個人名下的所有資產做無限连帶責任擔保時，林峰以為他會跳起來，可沒想到趙天成眼皮都沒眨一下，大筆一揮就簽了字。小林啊，你看，為了公司，我連老婆本都押上去了。他拍着林峰的肩膀，一副破釜沉舟、大義凛然的樣子。我們華天這次一定能行。他的演技是如此精湛，就連銀行最老道的風險評估團隊都被他這種 all in 的姿態給打動了。只有林峰，
他內心的那根魚刺被這突如其來的順利給刺得更深了。他總覺得這風平浪靜的背後隱藏着一個巨大的漩渦。貸款審批通過的那天，整個華天科技都沸騰了，壓抑了幾個月的陰霾一掃而空，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劫後餘生的喜悅。趙天成當晚豪擲千金，在市裡最豪華的酒店包下整個宴會廳，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功宴。宴會廳裡燈火輝煌，香檳的氣泡在水晶燈下歡快地跳躍，像一個個重獲新生的靈魂。趙天成穿着一身騷包的白色西裝，端着酒杯游走在人群中，他成了全場的焦點，一個力挽狂瀾的英雄。他把林峰拉到舞台中央，當着所有人的面把他捧上了天。今天我們华天能夠起死回生，最大的功臣就是我們的林峰，林大 CFO。他的聲音通過麥克風傳遍整個宴會廳，充滿了激情和感染力。我宣布，從今天起，林峰將獲得公司5%的期權，年底還有一筆豐厚的獎金。台下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林峰站在聚光燈下，看着台下那些興奮的臉龐，聽着耳邊潮水般的掌聲，一種巨大的滿足感和喜悅感將他淹沒。幾個月來的疲憊、屈辱和焦慮，在這一刻似乎都煙消雲散了。他覺得自己所有的堅持和努力都是值得的。他端起酒杯，和趙天成重重地碰了一下。趙總，敬華天，敬華天。趙天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縫，他眼底深處的那一絲貪婪和竊喜，被舞台絢爛的燈光巧妙地掩蓋了。林峰喝了很多酒，他已經很久沒有這麼放鬆過了。他暫時放下了心中所有的疑慮，沉浸在這場虛假的狂歡裡。宴會一直持續到深夜。林峰帶着滿身的酒氣和疲憊回到家，他把自己扔在沙發上，連澡都懶得洗。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時候，手機震動了一下，是一封新郵件的提示。他看了一眼發件人，是一個陌生的加密郵箱。他皺了皺眉，點開了郵件。郵件裡沒有任何文字，只有幾張手機偷拍的照片。當他看清照片內容的那一瞬間，他全身的血液仿佛在剎那間被凍住了，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衝天靈蓋。第一張照片是3張單程的國際航班機票，趙天成，他的妻子，他還在上小學的兒子。目的地是一個地圖上很不起眼的小島國，一個和中國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起飛時間就在明天下午，貸款合同簽訂之後的3個小時。第二張照片是一份偽造的海外公司的接收憑證，上面寫着2億人民幣的數額。第三張照片是一份詳細的令人發指的資金轉移流程圖，那筆2億的貸款會在到賬後的1個小時內通過7個早就準備好的客公司賬戶，像一條泥鰍一樣迅速地溜出境外，最終匯入那家海外公司的賬戶，然後人間蒸發。林峰的手開始不受控制地顫抖，手機幾乎要從他手裡滑落。他把郵件拉到最下方，看到了一行字，那行字像是用盡了發件人所有的勇气和力氣。每一個字都在屏幕上瑟瑟發抖。林總，救救公司，也救救我們。署名是2個字母 Alex。 李雪是趙天成的那個剛入職不久的私人秘書，一個總是怯生生的，說話都不敢大聲的小姑娘。林峰的腦袋嗡的一聲，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悶棍。他感覺自己從雲端被人一腳踹下，直接墜入了18層地獄。前一刻的喜悅和滿足，瞬間變成了巨大的諷刺和恥辱。
他終於明白了趙天成那反常的鎮定和配合是為了什麼。原來他從來就沒想過要拯救公司，他只是把公司當成了一個最後的籌碼，把自己和所有人都當成了他騙取貸款的工具。他要的不是起死回生，而是金蟬脫殼。他要榨乾華天科技最後的一滴血，然後帶着錢逃之夭夭，留下一個爛攤子和幾百個絕望的員工。林峰感覺自己的心臟被人用一隻冰冷的手攥住了，疼得他喘不過氣來。他衝進衛生間，把頭埋在水池裡，用冷水一遍一遍地衝着自己的臉。冰冷的水讓他混亂的大腦稍微清醒了一點。他看着鏡子裡那張蒼白、失魂落魄的臉，眼睛裡布滿了血絲。他該怎麼辦？沉默，裝作什麼都不知道。明天去銀行簽了字，貸款到賬，他能拿到趙天成許諾的獎金和期權。雖然那期權很快就會變成廢紙，但至少他可以拿着獎金全身而退。但是公司會立刻死去，死得透透的，幾百號員工將瞬間失業，那些對他充滿信任的供應商將被徹底拖垮，而他，林峰，將成為這場驚天騙局最大的幫兇，一個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千古罪人。舉報，現在就打電話報警，或者通知王行長。那麼明天簽字儀式取消，貸款肯定泡湯了。華天科技同樣會立刻死去，破產清算，員工遣散。他幾個月來的努力，他所承受的所有屈辱，都將付諸東流。他會成為那個親手殺死公司的人。兩種選擇都是死路，一個是骯髒的、苟且的生，一個是悲壯的、慘烈的死。林峰在客廳裡來回踱步，像一頭被困在籠子裡的野獸。窗外的夜色濃稠如墨，城市的霓虹燈在他的臉上明明滅滅。他抽了一整包煙，煙灰缸裡堆滿了扭曲的煙頭，像他此刻糾結的內心。天快亮的時候，他終於停下了腳步。他的眼睛裡布滿了血絲，但眼神卻變得異常堅定，甚至帶着一絲瘋狂的決絕。他拿起手機，找到了那個讓他猶豫了一整夜的號碼。他沒有撥出去，他在等待，等待一個最合適的時機，一個能夠將趙天成一擊致命，同時也為自己和公司博取一線生機的舞台。他要做一個審判者，而審判的地點就在明天，是商業銀行行長的辦公室。那裡有最合適的觀眾和最公正的裁判。王行長那間寬敞的能讓人迷路的辦公室，今天聞起來有一股喜悅的味道。陽光透過巨大的落地窗灑進來，給名貴的真皮沙發和光亮的紅木辦公桌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邊。銀行的高管們一個個西裝革履，臉上掛着職業而友善的微笑。律師團隊已經把厚厚的合同文本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又一遍，確保每一個字都萬無一失。氣氛莊重而祥和，像一場即將舉行的婚禮。趙天成就是那個春風得意的新郎官，他容光煥發，神采飛揚，和王行長談笑風生，聲音裡充滿了對未來的無限憧憬。王行長，您放心，有了這筆資金，我們華天科技的新項目一上馬，不出半年就能讓整個行業都大吃一驚。他描繪着華天科技重生後的宏偉藍圖，說的自己都快信了。他不時地回過頭，親熱地拍拍林峰的肩膀，像一個仁慈的君主在安撫自己的功臣。小林啊，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他用一種居高臨下的讚許口吻說，仿佛林峰是他豢養的一條忠犬。回去之後，公司副總裁的位置就是你的，
我趙天成說話一向算數。林峰低着頭，沒有說話。他能清晰地看到趙天成眼睛深處那抑制不住的貪婪和即將得逞的竊喜，那光芒無比刺眼，像2根燒紅的鋼針，扎得他眼睛生疼。他甚至能想象出趙天成此刻正在盤算着什麼，盤算着幾個小時後，他就會出現在機場的貴賓室裡，喝着香檳，摟着他那嬌豔的妻子，盤算着飛到那個陽光明媚的小島上，買一棟海邊的別墅，從此過上神仙一樣的日子。而身後這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這些被他欺騙和拋棄的人，都將成為他輝煌人生中一個無足輕重的注腳。林峰感到胃裡一陣翻江倒海，強烈的惡心感讓他差點吐出來。王行長臉上掛着一貫的高深莫測的微笑，他不動聲色地觀察着2個人。終於，所有的流程都走完了。王行長親自將2份簽好字的合同推到了桌子中央，推到趙天成和林峰的面前。趙總，林先生，請簽字吧。他的聲音平靜而有力，像是最終的宣判。趙天成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拿起了那支價值不菲的派克金筆，擰開筆帽的動作都帶着一絲顫抖。他積壓已久的慾望，他所有的貪婪和計劃，都將在這輕輕的一筆之後變成現實。就在他的筆尖即將觸碰到紙面的那一瞬間，一只手，一只堅定而有力的手伸了過來，按住了那份合同。是林峰的手。趙天成的動作僵住了，整個辦公室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林峰的身上，空氣仿佛在這一刻凝固了。林峰，你幹什麼？趙天成的聲音裡帶着一絲壓抑的怒火和驚慌。林峰沒有看他，他緩緩抬起頭，目光直視着王行長，他的眼神平靜得像一潭深不見底的湖水。王行長，在簽下這個關乎幾百個家庭命運的名字之前，我必須先打一個電話。他的聲音不大，但異常清晰，每一個字都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面，激起層層漣漪。在所有人驚愕的目光中，林峰緩緩地從口袋裡拿出自己的手機，他的動作不緊不慢，帶着一種奇異的鎮定和莊嚴，像一個即將執行神聖儀式的祭司。他按下了開機鍵，找到了那個號碼，然後按下了免提鍵。一陣單調的嘟嘟聲在寂靜的辦公室裡響了起來，顯得格外刺耳。趙天成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他意識到了什麼，眼神裡充滿了驚恐。林峰，你瘋了，你到底要幹什麼？他低聲嘶吼着，像一頭被激怒的野獸。電話通了，一個沉穩的公式化的女聲從手機裡傳了出來，清晰地回盪在每一個人的耳邊。你好，這裡是經濟犯罪舉報中心，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林峰深吸一口氣，他握着手機的手很穩，聲音也很穩。你好，我叫林峰，身份證號是3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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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實名舉報華天科技法人代表趙天成，涉嫌騙取巨額貸款，並企圖非法侵占公司財產，捲款潛逃。話音落下的那一刻，時間仿佛靜止了。趙天成臉上的笑容徹底凝固，隨即轉為極致的驚恐和暴怒。他像一頭發了瘋的公牛，猛地撲了過來，伸手就去搶林峰手裡的電話。林峰，我殺了你，你這個叛徒，你敢毀了我！他嘶吼着，面目猙獰，哪裡還有半分剛才那風度翩翩的樣子。可他還沒碰到林峰，2個穿着銀行制服的保衛人員就像從地底下冒出來一樣，一左一右，死死地架住了他的胳膊，讓他動彈不得。
整個辦公室亂成了一團。銀行的高管們目瞪口呆，律師們面面相覷，所有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戲劇性的反轉給驚呆了。只有一個人從始至終都異常鎮定，那就是王行長。他甚至沒有站起來，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看着眼前這荒誕的一幕，臉上沒有任何憤怒或者驚訝的表情。他的眼神落在林峰的身上，竟然流露出了一絲不易察可的讚許和了然。他對着還在瘋狂掙扎的趙天成擺了擺手，示意保衛人員把他按回座位上，然後他緩緩地開口了。他的聲音依舊那麼平緩，卻帶着一種洞穿一切的力量。林先生，你的這個電話證實了我最後的疑慮。趙天成停止了掙扎，他難以置信地看着王行長，像是聽到了什麼天方夜譚。王行長沒有理他，他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輕輕地放在了林峰的面前。其實，我行的風控部門早在半個月前就發現了趙總的個人賬戶有非常異常的大額資金流動痕跡，所有的資金都指向了幾個海外的離岸賬戶，而且他用來做擔保的那些所謂的個人資產，經過我們核實，其中有超過 60% 都早就被重複抵押或者被嚴重誇大了價值。換句話說，他從一開始就是個騙子。王行長的話像一把冰冷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在趙天成的身上，他的臉色從慘白變成了死灰。林峰也愣住了，他沒想到王行長竟然早就洞悉了一切。那王行長，您為什麼還要？他有些不解地問。王行長笑了，那笑容裡帶着一絲老狐狸般的狡黠。我說了，我非常看好你的那個項目，也非常欣賞你這個人才，但一個好的項目和一個好的人才，如果跟了一個壞的老闆，那最終的結果也一定是災難。所以我需要做一個測試。他看着林峰，一字一句地說道，一個關於人性的壓力測試。我想看看你，林峰，這位被業界譽為最有原則的 CFO，在2億的巨大利益和個人前途面前，會選擇同流合污，還是會堅守你最後的底線？事實證明，我沒有看錯人。王行長站起身，走到林峰身邊，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行絕不會把錢借給一個準備跑路的騙子，但是我們非常樂意投資一位有能力、有擔當、有誠信的領導者。王行長的話如同最終的審判，將趙天成最後一絲的希望徹底擊碎。他終於明白，自己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小丑。他自以為天衣無縫的計劃，在王行長這種真正的老江湖眼裡，不過是一場幼稚的表演。他不僅跑路無望，還親手跳進了銀行和林峰為他共同設下的陷阱。巨大的打擊和羞辱像山一樣壓垮了他，他雙腿一軟，整個人就像一灘爛泥一樣從椅子上滑了下去，癱倒在地板上，嘴裡發出意義不明的嗚咽聲。趙天成被警察帶走的消息像一顆炸彈，在華天科技內部炸開了鍋，公司徹底亂了，員工們像是無頭的蒼蠅，在辦公室裡亂竄，臉上寫滿了恐慌和迷茫。剛剛燃起的希望之火被一盆冰水從頭澆下，連青煙都沒來得及冒出一縷。供應商聯盟的反應最快，他們直接向法院申請了對華天科技的破產清算，生怕晚一步就血本無歸。林峰在銀行辦公室裡那個悲壯的英雄，一回到公司就成了導致公司立刻死亡的千古罪人。林峰，你個王八蛋，你把我们都給害死了。趙總是混蛋，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你就是想自己當老闆，
趙天成在公司安插的幾個親信開始帶頭散播謠言，煽動那些不明真相的員工，把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林峰。林峰的辦公室被人用油漆潑了"殺人兇手"4個大字。他走在走廊裡，迎接他的是一雙雙或憤怒、或鄙夷、或怨恨的眼睛。他成了孤家寡人，众叛親離。就連一直支持他的研發部總工程師張工，也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林，你做得对，但兄弟們這個月的飯錢該怎麼辦啊？”內憂外患，公司就像一艘即將沉沒的破船，而他就是那個堵不住窟窿的船長，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海水瘋狂地倒灌進來。就在林峰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王行長的電話來了：“林先生，敢不敢來我這裡？我們談一談華天科技的未來。”在那個曾經審判了趙天成的辦公室裡，王行長給林峰泡了一杯頂級的大紅袍，茶香裊裊，沁人心脾。王行長遞給了林峰一份全新的方案：債轉股，加投後管理。他言簡意賅地解釋道：“我們銀行將聯合幾家投資機構，收購華天科技目前的主要債務。供應商那邊我們去談，同時我們會向公司注入一筆新的資金，幫助你們恢復生產。”林峰的心跳開始加速，但是我們有一個前提條件。王行長的目光變得銳利起來：“你，林峰，必須出任華天的 CEO， 並且你要在1周之內拿出一套能說服我們所有投資人的切實可行的企業重生計劃。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林峰知道，他一旦接下這個擔子，就沒有回頭路了。他將要面對的是一個爛到骨子裡的攤子，和一群對他充滿敵意和不信任的員工。他沉默了很久，然後他端起茶杯，将那杯滾燙的茶水一飲而盡。“我幹！”林峰接受挑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開全體員工大會。他站在那個曾經屬於趙天成的舞台上，台下是幾百雙懷疑和審視的眼睛。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也沒有畫任何虛無縹緲的大餅。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財務部將公司所有的真實賬目投影在了身後的大屏幕上。那些觸目驚心的虧空，那些被趙天成挪用的巨額資金，像一把把尖刀，刺痛了每一個人的眼睛。這就是華天的現狀，一個被掏空了的爛攤子。林峰的聲音很平靜，卻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趙天成跑了，他把我們所有人都拋棄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2條路：一是等着法院來清算，我們拿一點微不足道的補償金，然後各自回家，華天科技從此成為歷史；二是跟着我，我們自己救自己。我向大家保證，只要給我3個月時間，我一定能讓公司重回正軌，補發大家所有的工資。如果做不到，我林峰淨身出戶，分文不取。他立下了軍令狀，用自己的全部身家做了一場豪賭。台下的人群開始竊竊私語。林峰趁熱打鐵，他把研發部的張工請上了台。張工是個耿直的技術宅，在公司威望很高。他用最樸實的話向大家說明了那個被趙天成擱置的新能源技術項目到底有多大的潛力，那是能讓咱们華天重新站起來的寶貝。張工激動的臉都紅了。林峰的坦誠和張工的激情像一劑強心針，開始慢慢地瓦解員工們心中的恐慌和不信任。接着，林峰展現了他鐵腕的一面，他以雷霆手段當天就開除了趙天成安插在公司所有核心崗位上的親信，沒有留任何情面。然後
他又一家一家的去和那些申請破產的供應商談判。他沒有錢，但他有王行長給他的底氣。他給出了一個讓所有供應商都無法拒絕的方案：債轉股，把欠你們的貨款全部轉換成華天科技的股份。今天你們是我們的討債人，明天你們可以成為我們的合夥人。是願意拿一筆清算後所剩無幾的爛賬，還是願意賭一把，和我們一起分享公司重生後的巨大紅利？你們自己選。這是一場心理的博弈。最終，林峰用他的誠意和那份詳盡的重生計劃，說服了大部分供應商。他們選擇再相信林峰一次。銀行的第一筆資金很快就注入了公司。所有人都以為林峰會先用這筆錢來恢復生產線，穩住局面，但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決定。他力排眾議，將這筆救命錢全部砸進了那個被擱置已久的新能源技術項目。我們要麼不活，要活就要活出個人樣來。他在高管會議上狠狠地把拳頭砸在了桌子上。那幾個月，林峰和張工帶着整個研發團隊，幾乎是吃住都在實驗室裡。他們像一群瘋子一樣，沒日沒夜地進行着技術攻關。整個公司在林峰這種破釜沉舟的決心下，被擰成了一股繩，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戰鬥力。1年後，華天科技的新產品發布會在國家會展中心舉行，會場人山人海，鎂光燈閃爍的讓人睜不開眼。林峰穿着一身得體的黑色西裝，站在舞台中央。他比1年前瘦了，也黑了，但眼神卻變得更加沉穩和自信。他身後的大屏幕上播放着那款足以顛覆整個行業的以新技術為核心的新能源電池。性能指標遠超國內外所有同類產品。發布會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訂單像雪片一樣從全球各地飛來。華天科技在一片廢墟之上奇蹟般的重生了。公司的估值在短短1年內翻了整整10倍。那些當初選擇債轉股的供應商和員工，一夜之間身價倍增。他們做夢都會笑醒。發布會結束後，當地電視台的新聞裡插播了一條簡訊：原華天科技法人代表趙天成因貸款詐騙、職務侵占等多項罪名，今日被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其非法所得已全部被追回。畫面裡，趙天成穿着囚服，被法警壓着，他頭髮花白，神情憔悴，早已沒有了當年的意氣風發。在慶功晚宴上，林峰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張工已經被他提拔為公司的常務副總裁，此刻正喝得滿臉通紅，拉着幾個技術骨幹在吹牛。那個曾經給他發郵件的小秘書李雪，已經成長為幹練的總裁特助，正有條不紊地安排着晚宴的各項事宜。王行長作為特邀嘉賓，端着一杯紅酒，微笑着向他走來。林總，祝賀你。应該是我謝謝您，王行長，沒有您，就沒有華天的今天。林峰由衷地說道。王行長搖了搖頭，看着眼前這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眼神裡滿是欣賞。不，我只是個投資人，我只負責選擇值得投資的人。是你自己拯救了華天，也成就了你自己。林峰站在聚光燈下，發表着最後的感言。他看着台下那些歡呼的一張張熟悉的臉龐，心中感慨萬千。1年前，我們拯救的不是一家公司的軀壳，而是他的靈魂。他的聲音通過麥克風清晰地傳遍了會場的每一個角落。這個靈魂就是誠信與創新。今天，
這個靈魂將帶領我們走向更遠的未來。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那掌聲是為他，也是為所有在絕境中沒有放棄的人們而鳴。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